北极熊究竟有多可怕？独角鲸的杀伤力到底有多恐怖？你见过全身雪白的北极狼吗？你知道真正的北极之王究竟是谁吗？北极位于地球的最北端，这里环境恶劣，气候寒冷，冬季的最低气温可低至-68度。这里与南极一样，拥有极昼和极夜现象。距离北极点越近的地方，这种现象也就越明显。每年一到了11月23日之后，这里将会有接近半年的时间是完全看不到太阳的，并且温度还会降低到-50度。此时的北极除了漆黑，还有寒冷刺骨的暴风雪在四处扫荡。但即便是环境这么恶劣的地方，仍有很多动物生活在这里。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生活在北极地区的10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极地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北极狼。北极狼也叫白狼或者极地狼，这种狼原产于加拿大的高北极苔原地区，它属于一种体型中等的狼。北极狼的肩高可达80厘米，体长最长可达 1.8 米以上，体重可达100斤以上。虽然被称为白狼，但它们的皮毛颜色不只仅有白色，除了白色，偶尔还会有红色、灰色以及黑色的少数个体。北极狼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这种地方除了寒冷，其实更可怕的就是荒凉。在靠近北极点的地区，一年中有长达5个多月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太阳的，此时的温度会降低到-50多度，在这期间食物资源会极度短缺，而北极狼为了生存，则必须在漆黑寒冷的环境下捕杀猎物。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食射牛和驯鹿为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它们也会攻击人类以及其他动物。据观察发现，北极狼并不惧怕人类，它们可能要比其他的狼更加危险。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的活动区域内，食物资源匮乏，所以在野外遇到的一切活物，它们都会尽可能的让对方成为自己的食物。它们与大多数的狼一样，也是群居生活，一群通常由5到10只组成。狼群里同样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捕杀猎物的时候，它们也会采取最有效的攻击阵型，战斗力非常强悍。而第9个，北极狐，它可能是世界上颜值最高的一种狐狸，漂亮的外观被人们誉为雪地精灵。北极狐也叫白狐，它分布于整个北极地区。这个物种的耐寒能力极强，只要气温没有低至-70度，它们就不会发抖。这个家伙通常看上去都胖乎乎的，这其实就是它们在秋天为自身积累的脂肪储备。气候温暖的时候多吃一些，才能够度过食物匮乏且漫长的冬季，并且厚厚的脂肪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自身提供更好的保暖效果。北极狐的体型不大，它的体长可达60厘米，体重也就在10几斤左右。体型虽然不大，但是这个小家伙却具备很强的迁徙能力。每年一到了冬季，北极狐就会离开自己的巢穴，迁徙到600公里以外的地方生活。到了第2年，气候逐渐变暖的时候，它们仍可以再次返回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野外，北极狐主要靠捕杀一些驴鼠、鱼类以及鸟蛋为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它们就会紧紧地跟在北极熊的身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吃北极熊剩下的食物。当然，这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北极熊实在找不到食物，也会回头将北极狐吃掉。好，第8个，厚嘴海鸭。这是一种远看上去与企鹅很像的一种海鸟，由于它与企鹅一样都拥有一个白色的肚子，并且这种厚嘴海鸭也能够像企鹅那样下潜到海水中游泳，外观看上去与企鹅也有些接近，所以这种鸟被誉为北极的企鹅。当然我们都知道北极是没有企鹅的，这个家伙其实属于海雀科的一种鸟类。厚嘴海鸭的体长可达40多厘米，它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主要靠捕食海里的一些鱼类为生。这种鸟的翅膀较短，因此拍动起来的速度很快，这种短小的翅膀可以帮助它们在水中实现快速游泳，它们的潜水能力很强。厚嘴海鸭一头扎进水下，最深可以下潜到水下150米的深度寻找食物，一次潜水的时间最长可达4分钟。由于长期居住在海边，因此这种厚嘴海鸭从出生起就需要练习这项潜水技能。厚嘴海鸭的巢穴通常都住在面临大海的悬崖峭壁上，因此它们也会将自己的鸟蛋产在这种地方。刚出生的厚嘴海鸭不等羽毛丰满的时候，就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往大海里跳，目的就是为了练就潜水的技能，同样也是生存的技能。第7个，独角鲸。你敢相信吗？这个物种前端的那根长角，曾经的价格是同等重量黄金的10倍。在16世纪最贵的时候，一根独角鲸的角就可以买下一座城堡。这个物种其实是一种生活在北冰洋海域的一种齿鲸，它前端那根长达2米多的长角，实际上是它的一颗牙齿。这个牙齿从它的上颌处穿过嘴唇，形成螺旋状。由于长得类似于角一样，所以被称为独角鲸。它的这颗长牙除了可以用来打斗，更重要的就是为了彰显它们自身在同类中的地位。牙齿越长，地位也就越高。独角鲸也叫一角鲸，它们的体型与白鲸差不多，抛开长牙之后的体长最长可达 5.5 米，体重最重可达 1.6 吨。这个物种通常也是群体活动，在海中它们主要靠捕食比目鱼、北极鳕鱼以及其他的一些鱼类为食。
在野外，它们的平均寿命为50岁。其实它们的寿命可以更长，但是由于它们需要呼吸空气，因此每年一到了深秋之后，北极水域表面开始结冰之前，它们如果没有找到开阔的水域，就会被厚厚的冰层阻挡在海水下。如果冰层太厚，它们没有能力将冰层破开，就会活活被憋死在水中。好，第6个，白鲸。毫无疑问，白鲸绝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同样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我们很多人与白鲸的第一次碰面，多数都是在海洋馆，但实际上北极才是它们真正的家园。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白鲸都生活在欧洲和加拿大以北的北极和亚北极海域中。与海洋馆里的不同，在这里它们是群居动物，通常会有多达上百头白鲸在一起活动。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食一些小型鱼类为食。由于白鲸的牙齿既不大也不锋利，因此它在进食的时候只能依靠吸力将食物吸进嘴中，然后整个吞下。如果吃一些较大的鱼类，就有可能被卡在喉咙里。对了，再有就是白鲸具有很强的声音模仿能力，这个家伙能够向外发出多达几百种不同的声音，比如猛兽的叫声、牛叫声、猪叫声、鸟叫声，甚至人叫声，它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也正是因此，白鲸也被人们称之为海洋中的金丝雀。第5个，公头鲸。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嘴巴最大的动物。公头鲸的嘴巴占身体长度的1/3，它的嘴巴长度可达5米，高4米，宽2.5米，但是它的舌头就重达将近1吨，这使得它比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的嘴巴还要大。不仅如此，公头鲸还有可能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哺乳动物。据估计，它们的寿命最长可达200多年。这个物种是一生都生活在北极和亚北极这种寒冷水域的一种鲸鱼。它们的体长可达21米，体重可达100吨以上，但是它们的脂肪就厚达半米，这几乎是所有动物中最厚的脂肪了。超厚的脂肪可以帮助公头鲸适应极地水域的寒冷。这个大家伙拥有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头骨，这种头骨构造可以帮助公头鲸能够轻易地破开北极的冰层，浮到海面上呼吸。公头鲸与其他的大型鲸类一样，也是一种大型滤食性动物。在北极，它们主要靠捕食磷虾和一些浮游生物为食。一头成年的公头鲸在1天之内就需要吃掉大约 1.8 吨左右的食物。第4个，海象。对比北极地区的其他动物，海象这个物种貌似并没有太突出，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海象是北极浮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顾名思义，它之所以被称为海象，意思就是海中的大象。一头成年海象的体长最长可达 4.5 米，体重最重可达3吨。它嘴里那2根獠牙的长度最长接近1米，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打斗以及彰显自身的地位。海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趴在浮冰上睡觉和休息，只有到了饥饿的时候才会下潜到海里觅食。在水中，它们主要以一些底栖动物为食，尤其是蛤蜊。它们经常会下潜到一些较浅的海底搜寻蛤蜊。在觅食期间，海象可以利用嘴巴向海底喷射水流，目的就是为了清理附着在蛤蜊身上的泥土，然后用嘴唇将蛤蜊夹起来，轻轻一吸就能够吸出蛤蜊的肉。吃蛤蜊的技术那家伙是相当厉害。在北极地区，由于其体型庞大，并且拥有长达1米的獠牙，因此很少有动物可以威胁到海象。虽然北极熊有能力捕杀海象，但大多数都是捕杀的海象幼崽。北极熊一般情况下并不会选择成年的海象下手。北极熊如果在与海象的打斗过程中不慎落水，那么海象就有可能利用獠牙将北极熊杀死。真正能威胁到海象的只有虎鲸。好，第3个，麝牛。麝牛也叫麝香牛，它是生活在地球最北部的一种有蹄类动物。这种牛每当到了发情期，身上就会向外散发出强烈的麝香味，因此它才被称为麝香牛。麝牛原产于荒凉的北极地区，它们通常都活动在北极的苔原地区。在这种地方，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地面才会有植物，一旦到了冬季，这里就会变成极度荒凉且寒冷的不毛之地。生活在这种地方的绝大多数动物都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远走他乡，寻找温度适宜的地方过冬，但是这种麝牛则会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冬季的苔原地区长时间被冰雪所覆盖，麝牛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利用自己的蹄子刨开积雪，然后去吃一些干草和一些苔藓类果腹。它们之所以不用通过大批量的迁徙去躲避北极的冬季，主要就是出自它们自身极强的御寒能力。麝牛身上的皮毛非常厚，并且具有很好的保暖效果，它可以抵御北极零下50度的气温，即便是夹杂着暴风雪，它们也感觉不到任何的寒冷，非常抗冻。但有一点就是特别怕热。在野外，它的天敌主要就是北极狼以及北极熊，特别是北极狼。据研究发现，麝牛死亡率的一半都是受北极狼的影响。第2个，旅鼠。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繁殖能力最强的动物。旅鼠的外形非常可爱，它们体型不大，体长最长也就在18厘米左右。这个小家伙常年居住在北极地区，通常都活动在北极的苔原地区。这个物种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进行繁殖，并且繁殖能力极强。你可能很难相信，一只雌性旅鼠在1年之内就能向下繁衍上万只后代。它们1年能生7到8胎，一次就可以生下12只幼崽，并且这些幼崽仅需20多天就可以达到性成熟，而且它们仍可以继续生育。如果一直推算下去，不到第4代，它们就可以繁衍到上万只。虽然繁殖能力极强，但是
是驴鼠的寿命却很短。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的驴鼠的寿命都活不过1年，主要就是气候以及天敌原因。在北极地区，驴鼠是很多食肉动物的猎物，有时候即便是草食性动物驯鹿，也会时不时的用脚踩死一只驴鼠，然后吃掉。所以这个物种在一定意义上为北极的其他动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好，第一个，北极熊。毫无疑问，北极熊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北极之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一头成年的雄性北极熊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 2.5 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0斤，双腿站立起来的高度最高可达3米以上。它是一种超级肉食性动物，北极熊 98.5% 的食物都是由肉类组成。在北极地区，它们几乎可以捕杀一切陆地上的动物，即便是体型比自己还大的海象，北极熊也有能力将其干掉。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下潜到海水中捕杀猎豹，甚至白鲸，战斗力相当强悍。在北极，它是这里的顶级捕食者，除了人类和北极熊的同类，它们没有任何天敌。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高的雕像在哪里吗？你见过历时20年、耗资上百亿建造的雕像长什么样子吗？在没有见到这些巨型的雕像之前，相信很多领导都以为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雕像了，但实际上它连前10都排不上。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高的15座雕像，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这些直冲云霄的宏伟建筑。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5个，仰阿沙巨型雕像。你知道吗？在我们国家贵州省的建和县，有一座高达88米的巨型苗族女神雕像，它是我们国家最高的苗族雕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女性雕像之一。这座雕像名叫仰阿沙，它是苗族人民心中的美神。仰阿沙巨型雕像于2016年11月开工建设，到2017年4月全部完工。整座雕像采用了银色的金属材料制成，共耗资8600多万人民币。它坐落在当地的仰阿沙湖畔，从远处看上去相当震撼。第14个，灵山大佛。这座大佛位于江苏无锡，它的高度达到了88米，相当于30多层楼房的高度，比四川的乐山大佛还要高出17米。如果加上底部台阶的基座，那么它的高度就是101.5米。这座大佛于1996年开工建设，到1997年建设完成。整座大佛的佛体是由2000块，面积约为5平方米左右的铸造铜壁板拼装焊接而成。如果将这些铜壁板铺开，足足可以铺满1个半标准足球场的面积。灵山大佛的建造还运用了很多高科技，使得这尊大佛即便是在14级台风或者8级地震的侵袭下，也能够屹立不倒，非常壮观。第13个，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像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的礼物，象征着自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由女神像在我们的印象里都是世界上非常高的人造雕塑，但实际上它的高度仅为46米，但是底座的高度就高达45米，从地面到火炬的高度为93米。整座雕像以120吨钢铁为骨架，80吨铜片为外皮，总重量高达225吨。这座雕像于1876年开始建造，到了1886年建设完成，至今它已经站在这里超过了100年。它是美国纽约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雕塑之一。自由女神像的右手高举火炬，象征着自由的光芒，脚下踩着锻炼的锁链，象征着摆脱束缚的力量。第12个，全亚洲之母和平塔。这是一座位于菲律宾的巨大雕塑，它坐落于菲律宾巴达彦省圣母朝圣中心的蒙特玛利亚山顶。它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圣母像，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总建筑面积约12000平方米的可居住雕像。从地面到头顶十字架的高度达到了98.15米，相当于33层楼的高度。它的高度超过了巴西里约的基督像和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这座雕像于2013年开始建造，到2021年建设完成。整座雕像由混凝土和钢材制成，雕像的底座内部还设有剧院、教堂以及观景台等设施。第11个，沩山千手千眼观音圣像。这座圣像位于湖南宁乡的密印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千手千眼观音像。整座圣像的高度达到了99.19米，象征着观音菩萨的出家日9月19日。这座圣像共用铜600多吨，由1440块铜镀金板焊接而成。圣像眉心处直径为25厘米的红宝石，产自澳大利亚。整座雕像的建造费用达到了2.6亿元人民币，于2009年建造完成。整个圣像共有11个头、40只手，每只手的手心都有一个眼睛，象征着各种寓意，因此被称作千手千眼观音像。在圣像的下方还有一个3层的底座，但是这个底座的高度就达到了21.9米，从远处看上去非常壮观。第10个，九华山地藏菩萨铜像。
九华山地藏菩萨铜像位于安徽省的九华山风景区，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地藏王菩萨像，也是我们国家最高的铜像之一。这座铜像的像体高度达到了84米，加上莲花座底盘的高度达到了99米。铜像手里拿的那根锡杖高达109.9米，总高度达到了139米。整座铜像采用了仿金铜制作而成，这种材料具有 18K 的黄金光泽，建成后看上去金光闪闪，色泽与黄金非常接近。这座巨型铜像于1995年开始筹建，期间耗时18年，耗资15亿元，历经多年的设计与建造，到了2013年正式开光落成。整座雕像由2390块仿金铜壁板焊接而成，整体单是黄金就使用了65公斤，铜材更是高达1168吨。在铜像的内部还分有12层，用于珍藏各种珍宝以及书画等文物的空间。铜像下方的3层底座也可以用来举办各种活动，非常壮观。第9个，仙台大观音。这是一座位于日本仙台市中心的一个巨型雕像，这座观音像的高度达到了100米，它的外部涂有白色的树脂漆，一眼看上去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感极强。这座雕像的手中握着一个宝珠，这个宝珠的直径为3米，重达34吨，另一只手里拿有一个净瓶，直径为2米，长达8米，可以装下67吨的水。它的内部还设有12层的观察窗以及一个电梯，乘坐电梯抵达12层就可以直接鸟瞰整个仙台市。不过每当到了夜晚或者比较特殊的天气时，这尊观音像就会给当地人带来些许的恐惧感，因为当晚上抬头突然看见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时，难免会给人带来一些压迫感。第8个，祖国母亲雕像。这是一座位于乌克兰基辅的巨型雕像，这座雕像高62米，加上底座在内的高度达到了102米。整座雕像由钛金属制作而成，重量达到了560吨。雕像的右手举着一把长达16米的长剑，左手拿着一面13×18米的盾牌，一眼看上去非常壮观。这座雕像是在2战过后，苏联为了纪念在卫国战争中阵亡的士兵而建造的。原本雕塑手上的盾牌正面是刻有前苏联国徽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到了2023年，盾牌上的苏联文章被移除，取而代之的则是乌克兰的国徽。第7个，炎黄二帝塑像。这座巨型雕像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南岸的向阳山上，整座雕像的高度达到了106米，共有2部分组成。上部的头胸部分高度为51米，下方的山体部分为55米，而这55米的山体就是这座雕像的身体，上半身是人形，下半身是山体，寓意着山人合一，浑然天成。整座雕像于1987年开始筹备，期间历时20年，耗资1.8亿，最终于2007年建成。雕塑中的高者为炎帝，矮一点的是黄帝，他们的眼睛和鼻子的参数都一样，眼睛的长度都是3米，鼻子的长度为8米，两张脸加在一起的面积高达1000多平方米。整座雕像单是混凝土就用了7000多立方米，钢材1500多吨，花岗岩6000多立方米。建造所使用的材料均是太行山的真石，虽然历经艰难才修建完成，但不得不说，这座雕像是一座集艺术、历史和文化于一体的现代建筑奇迹。它代表的不但是河南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中华民族的一份骄傲。第6个，南山海上观音。这座宏伟的观音像位于海南三亚南山景区的海上金刚洲上，它是世界上最高的观音像，总高度达到了108米。观音像像脚踏10米的莲花宝座，每一层莲花宝座上都有27瓣莲花，4层莲花宝座加起来共有108瓣。莲花底座的下方为金刚宝座，金刚宝座的内部设有一个面积为15000平方米的圆通宝殿。这座圣像于1999年开建，期间历经6年，耗资8亿人民币，最终于2005年建成落地。海上观音像是正观音的一体化3尊的造型，它共有3个面，每一个面都有一个观音像，并且每一面都代表着不同的寓意。另外，这座观音像是由钛合金材料建造而成，它可以抵抗14级的台风和8级的地震。第5个，牛九大佛。这是一座位于日本茨城县牛九市的一座大佛，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一座铜制佛像，后来到了2008年之后就被我们国家的另一座大佛所超越，成为了世界上第2高的铜制佛像。日本牛九大佛的通体高度达到了120米，它的佛身为100米，底座为20米，总重量达到了4000吨。这座大佛于1985年开建，到了1993年竣工，建成之后一度成为了茨城县最高的建筑物。与大多数的巨型雕像一样，牛九大佛的内部也可以进去。与大多数佛像不同的是，这座大佛的内部现代化气息非常浓烈。当你走进牛九大佛的内部时，就仿佛置身在一个现代化的大楼里一样，除了大佛的外表，丝毫感觉不出这里是一个佛教圣地。第4个，神鹰广场雕像。这是一座位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一座122米高的雕像，
它是印度尼西亚最高的雕像，整座雕像采用了754个模块组装而成，整体的重量达到了4000吨。这座巨大的雕像其实早在1993年就开始筹划建造了，但期间出于各种原因，导致进度曾多次中断，直到2018年才建造完成。期间总共用时28年，耗资约1亿美元才完全建成。不得不说，这座雕像建成之后，无疑成为了巴厘岛最具标志性的建筑，非常壮观。第三个，蒙育瓦利佛。这是一座位于缅甸蒙育瓦镇附近的一座巨型佛像，它是世界上第3高的雕像。这座佛像的高度达到了116米，如果加上底座，那么它的高度几乎接近130米。佛像内部设有多达20多层楼的空间，那些小方块其实就是每层楼的窗户，游客可以通过电梯登上佛像的最高处，通过窗户鸟瞰周围的景色。它于1996年开始建造，到了2008年才完工。之所以会耗时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这座巨大的佛像的建造资金完全是靠当地的居民捐款筹集的。在这座巨型佛像的旁边，还有一座长达101米的巨型卧佛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卧佛像。这两座佛像是缅甸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前去。第二个，中原大佛。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佛像，没有之一。中原大佛位于河南省鲁山县的佛泉寺，这座佛像的总高度达到了惊人的208米，这几乎相当于70多层楼房的高度。其中佛像的高度为108米，莲花顶座的高度为20米，金刚座为25米，须弥座的高度为55米，全部加起来的总高度为208米。这座大佛于2022年开始建造，期间历时5年，斥资2.8亿人民币，到了2007年建造完成。整座大佛单是铜材就用掉了3000多吨，黄金高达108公斤。它坐落于海拔1000多米的山峰之上，俯瞰着大地，一眼望去，整座大佛庄严祥和，气势宏大，非常壮观。第一个，团结雕像。世界上最高的雕像位于印度的一座小岛上，这座雕像名为团结雕像，它的高度为182米，加上底座的总高度达到了240米，其中58米是基座的高度。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印度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帕特尔建造的。雕像的内部也设有电梯，人们可以通过电梯到达顶部，站在雕像的双眼处就可以俯瞰周围的景色。团结雕像于2013年开始筹备建造，到了2018年完工，期间单是参与建造的工程师就有250名，建筑工人更是高达3000多名。雕像的建造共使用了21万立方米的混凝土、6500吨的结构钢和18500吨的钢筋，外加1700多吨的青铜板以及各种金属材料，期间共计耗资接近300亿卢比才将其建造完成，非常壮观。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头断了照样能长出来的动物吗？你以为不死之身真的不存在吗？你知道吗？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有这样一类动物，它们的身体或者器官在受到损伤或者残缺时，可以借助自身特殊的细胞组织进行重建。这里的重建并不是指普通的伤口愈合，而是重新长出新的肢体或者器官，有些甚至是头部断掉仍可以长出新的头颅。最强悍的一个，即便是身体被剁碎，照样可以恢复成最初的形态，其中有一些可能真正做到了不老不死、不生不灭的状态。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再生能力超强的9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神奇的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9位的就是非洲刺毛鼠。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和亚洲西南部岩石和沙质地区的一种刺鼠。刺鼠的种类多达10几种，它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上都长有类似于刺猬一样的尖刺。除了皮毛上的尖刺，其外观与大多数的鼠类相似。这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在野外主要以一些谷物和植物为食。这种刺鼠每当遇到天敌或者其他捕食者的时候，一旦被天敌咬住，它们就可以像壁虎那样直接断掉自己的一块身体部位，以此换取自身的安全。我们都知道，壁虎通常都是通过断掉自己的尾巴来换取逃脱时间，而这种刺鼠则会直接将自己被咬住的一大块皮肤扯掉，以此来保全性命。而且这个家伙即便有大片的皮肤组织被扯下，过一段时间后，它仍可以重新长出完整的新皮肤，包括毛囊、汗腺以及毛发和一些软骨组织。更强悍的是，这家伙的伤口恢复后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疤痕，恢复的会非常完美，并且这个家伙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唯一一种拥有这种能力的哺乳动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不具备这种能力，也正是因此，非洲刺鼠对于医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有一天，人类也可能实现肢体断掉后重新长出的梦想。第8个，螃蟹。
螃蟹自断手臂的视频，相信很多领导都看过。他的这种行为主要就是出于保命。单看视频，相信很多人都会为螃蟹感到惋惜。毕竟断条胳膊对于绝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极其残忍的。但是请各位领导不要担心，你知道吗？螃蟹自断手臂之后，过一段时间就会重新长出一个新的手臂，而且与之前的并没有什么差异，功能也非常齐全。不仅是前端的2个大钳子可以再生，即便是用来移动的腿，外加上前面的钳子都断掉，它们也可以实现再生。不过想要实现这种再生能力，前提是要拥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食物。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为螃蟹的体内提供足够的营养，那么它们也就无法再生自己失去的身体部位。也就是说，断掉4肢的螃蟹必须在合适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肢体再生。如果它栖身的水中缺氧或者光线过多时，也会影响到螃蟹的再生能力。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生活的一种石蟹，在当地如果捕获整只石蟹就是违法的。如果实在想吃，你可以将这种石蟹的爪子掰掉，然后将其身体放掉，仅吃掉它的大钳子却是合法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定，主要就是出于螃蟹的再生能力，因为不吃它的身体，日后它仍能长出新的大钳子。对了，再有就是这种螃蟹的肢体，只有在保证连接身体的关节处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再生。如果关节处的薄膜受到损伤，不仅不能实现再生，而且它们的生存几率也会大大降低。第7个，墨西哥盾口螈。墨西哥盾口螈也被称为六角恐龙，这是一种生活在墨西哥的两栖类动物，是当地特有的物种。它们的体型不大，体长也就在30厘米左右。这个家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拥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之所以说极强，是因为这个家伙即便是部分大脑被截断，它仍能够在短时间内长出新的大脑，再生能力相当强悍。当然，它们的4肢、尾巴、眼睛、皮肤，包括肝脏器官都可以实现再生，而且不留疤痕。不仅如此，科学家将其他的外来器官移植到墨西哥盾口螈的身上之后，发现它们不仅可以自己修复受损的肢体，而且它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接受其他外来移植器官，并且恢复这些外来器官的全部功能，包括眼睛和部分大脑，自我修复能力相当强悍。也正是因此，墨西哥盾口螈吸引到了很多科学家对其进行研究。人们主要就是想研究它们极强的再生能力，希望日后实现人体再生。好，第6个，海蛇尾。这是一种与海星很相似的棘皮动物，它们与海星是近亲。这个家伙即便全身被剁碎，仅剩下一条腿，它仍能完好的活下去。它们的种类有很多，在全世界有多达2000多种。这个家伙的移动速度要比海星快得多，它们动作非常灵敏，由于移动起来，它们的手臂会像蛇一样蜿蜒前行，因此被称为海蛇尾。这个物种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在全世界的海洋中均有分布，水深从几百米到6000多米的深海处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海蛇尾最特别的一处就在于它们能够将自己的身体一分为2，椎间盘和手臂丢失的部分都会重新生长成一个新的个体。也就是说，从它们身上掉下的一个触手，这个触手就会逐渐的生长成一个崭新的海蛇尾。当然，它们也具备肢体截断后重新再生的能力，只不过这个家伙是截断的另一半肢体会变成一个新的个体，然后自身也可以重新生长出新的手臂。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其实简单点理解，海蛇尾的这种现象就是无性繁殖。不过它们是通过分裂形式将自己一分为2，每只海蛇尾在1年之内就可以产生大约15个新个体。除此之外，这个家伙其实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它们在距今约5亿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比我们人类要早得多。好，第5个，斑马鱼。这种鱼看上去平平无奇，貌似就是一种普通的观赏鱼，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与人类基因非常接近的脊椎动物。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么一个小家伙，它的基因组中约有3万多个基因，数量与我们人类差不多，并且斑马鱼的许多基因与我们人类都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据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家伙在分子水平上竟然有高达 85% 与人类相同，特别是它的心血管系统的早期发育现象以及体内肿瘤的出现情况都与人类极为相似。也正是因此，使得斑马鱼成为了人类研究疾病的最佳实验动物。这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经过研究发现，斑马鱼在幼体阶段竟然有能力再生它们的心脏，它们的心脏在受损后仅需约2个月的时间就会完全再生，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疤痕。这一发现对于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要知道，斑马鱼与人类的相似之处有很多，它可以使心脏再生这一点，如果经过研究过后，一旦成功适用于人类，那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将会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好，第4个，蜥蜴。蜥蜴类动物可能是我们人类最多了解到的断尾再生的动物了，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壁虎。壁虎也属于蜥蜴的一种，每当它们遇到危险时，它们就会将自己的尾巴断掉，断掉的尾巴会掉在地上，像活物一样扭动，以此去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为自己换取逃生的时间。这种现象叫做自劫。其实除了壁虎科动物，像一些蛇蜥科、蜥蜴科以及石龙子科的蜥蜴都具备断尾再生的能力。断掉尾巴的蜥蜴虽然不会致命，但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失去尾巴后，蜥蜴的奔跑速度和攀爬能力以及平衡能力都会受到一定的削弱。不仅如此，在蜥蜴的尾巴中会储存着很多脂肪，失去尾巴后，对于蜥蜴来说
说也会失去自身的一些能量，因为有时候蜥蜴在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也会选择吃掉自己的尾巴。例如石龙子这种蜥蜴，有时候就会吃掉自己的尾巴，以获取其中储存的能量。更可怕的是，没了尾巴的雄性蜥蜴，在寻找配偶这件事情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蜥蜴的世界里，没有尾巴，它的吸引力与社会地位会大幅降低。所以说并不是蜥蜴喜欢断尾，毕竟不到万不得已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拿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开玩笑呢？好，第3个，蝾螈。你知道吗？蝾螈其实有很多种，但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蝾螈科动物就有多达23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共有多达77种不同种类的蝾螈，其中绝大多数的蝾螈都具备再生能力，它们也可以对自己的肢体、皮肤、器官以及大脑实现再生，而且是不留疤痕的再生。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在蝾螈的体内有一种被称之为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这种细胞对蝾螈的再生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这种巨噬细胞被移除后，蝾螈便会失去再生能力，反而会从之前的不留疤痕形成了疤痕组织。如果可以将蝾螈这种形成新组织的过程反向工程到人体中，对于人类来说，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不老。不仅如此，要知道蝾螈不仅能够再生肢体，它们还可以再生体内的器官。正是由于其出色的再生能力，使得蝾螈这个物种成为了人类研究逆向工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渴望日后能够将蝾螈的这种极强的再生能力应用于人类身上。第2个，水螅。这个家伙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永生的物种。水螅是一种微型的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它们原产于温带和热带地区，生活在淡水中，通常在一些水沟中的水草或者枯叶上就可以找到它们。这种生物的体型很小，它们的体长通常也就在几毫米，最长也就在3厘米左右。水螅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名字，被称为9头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称号，是因为水螅可以像西方神话里的9头蛇一样，它们的头部被切断了之后可以实现再生，而且水螅被切断的每一半身体部位都会重新实现再生，头可以生出脚，脚也可以生出头。如果从2头分别切开，中间的一部分将会同时生出头和脚，再生能力极强。不仅如此，更强悍的是，这家伙几乎可以实现长生不老。1988年，科学家在对水螅长达4年的研究后发现，在这期间，水螅几乎不会老化，而且它们的死亡率极低。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似乎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之所以说它长生不老，不仅是水螅的老化迹象不明显，主要就在其拥有能够不断分裂繁殖的干细胞，可以让自己无限的向外进行无性繁殖。好，第1个，涡虫。我们都知道，记忆是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的，但是这一项定论对涡虫这种生物来说是不存在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涡虫这个物种，即便大脑被斩首，重新生长出来的新大脑仍然会保留着以前的记忆。这就是涡虫要比以上那些再生物种更强悍的原因之一。涡虫是一种3长目非寄生的扁虫，它们的体长从2毫米到10厘米不等。这个物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常见，它们通常都生活在一些咸水和淡水池塘的河流中，也有一部分是陆生的。涡虫是人类已知世界上再生能力最强的物种之一，它们的身体即便是被切成碎块，每一个碎块都可以实现再生，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据估计，一只涡虫即便是被切成279块，它们仍可以在短短的几周内，这些碎块就可以再生成为完整的涡虫，非常强悍。不仅如此，更强悍的是它们的记忆。据研究发现，涡虫的记忆可能并没有全部储存在大脑里，很有可能就储存在它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中。1963年，一位科学家将一批训练过的涡虫磨成小块，然后喂给其他没有经过训练的涡虫，最终发现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涡虫在吃掉训练过的涡虫身体后，竟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它们的记忆。这表明涡虫的记忆似乎真的可以通过化学的方式进行转移。至于涡虫是怎么做到的，人类还尚不清楚。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